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教徒。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我最近入手的 HiFiMan Edition XS 這款耳機。它讓我這個剛踏入 Hi-Fi 圈的新手小白直接愛上了它的聽感。現在平常打遊戲、聽音樂、追劇，我都離不開它了。所以到底是什麼樣的耳機能讓我如此的愛不釋手，大力推薦呢？還請各位聽我娓娓道來。另外想到之前也有一位觀眾好奇我的耳機周邊設備，趁着這次的機會，我也會來做個介紹。那這次會換耳機，主要還是目前使用的 HE400i 確實有點舊了，加上這幾年 HiFiMan 新研發的隱形磁鐵、NU 超納米振膜等技術，聽說讓新一代耳機音質大幅的提升。連華碩旗下的 ROG 這次都選擇跟他們合作，開發新一代的電競耳機 ROG Guitarra， 就知道 HiFiMan 這家廠商有點真東西。那廢話不多說，現在就來看看這次開箱的 Edition XS 到底有什麼迷人的地方。首先，第一個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價格，在京東 Edition X 只賣998人民幣，換成台幣大概是4600元，加上運費5000內可以搞定，跟當初入手400i 的價格相當接近，甚至再便宜一點。但不要看它這麼便宜 ，Edition XS 使用的都是新一代的技術。它使用了以前旗艦型號才有的隱形磁鐵 NEO 超納米振膜，加上這次 XS 有着 100mm 的超大振膜，可想而知會比之前的 HE400i 擁有更寬闊的聲場，前後對比簡直是天與地的差別。我先來介紹 Edition XS 的規格，它有着8到50K 赫茲的頻率響應，擁有不錯的體質，18歐姆的阻抗跟92 dB 的靈敏度算是好推，在一般日常使用。手機、電腦只差 3.5mm， 雖然音量足夠大聲，但沒辦法發揮 Edition XS 該有的音質，建議搭配 DAC 或一體機來做使用。戴起來的舒適度部分，我目前使用1個月的感覺是，對比 HE400i，XS 頭梁給的調整空間可以說是相當的大，夾力部分也不會算太緊，我認為我的頭偏大，但Edition XS 可以讓我在兩邊只調一格的情況，完美搭配我的頭型。但耳機重量在400公克上下，不確定每個人是否能適應，尤其是女生。雖然本頻道女性觀眾接近於零，但還是得提醒一下，尤其是有長時間佩戴需求的人。頭梁材質部分依舊是蛋白皮，使用久還是會跟400i 一樣會有脫皮的問題。建議購買的時候加買一個頭梁保護罩。區分左右的 L 跟 R 分別在頭梁的兩邊底部，位置蠻明顯的，不用刻意去找。耳機使用格柵設計，比之前400i 有更開放的聽感。XS 有如此龐大的音場，這設計絕對是一大關鍵。耳罩外圍依舊使用蛋白皮材質，內裡算是比較扎實的海綿，戴久了確實會讓人感受到一點壓力的存在。至於貼着皮膚的那一側，則是改用布面，讓 XS 更適合長時間佩戴。配件部分 ，Edition XS 有給最基本的音源線跟 6.35 轉接頭，給 DAC 跟耳廓使用。拔下轉接頭可以變成 3.5mm 直插電腦跟手機。接下來廢話不多說，我們來實際體驗一下 Edition XS 音質到底如何。這要從我最喜歡的開放世界遊戲說起。XS 跟400i 比最大的差別就是它有高到嚇人的解析能力跟聲場，遊玩可以更沉浸在遊戲世界，感受美術在音效上的用心。XS 可以說是把最日常的大世界跑圖也變得非常有趣。在原神的這一小段路中，從一開始可以聽到右邊的鳥叫聲，左邊的蟲子聲，再到馬車從右邊經過，搭配橋上的 NPC 對話，遠方人群的歡呼聲。Edition XS 連距離感都抓得非常好，全部都聽得非常清楚，不會有聲音擠在一起的感覺，就像人真的在那邊一樣。至於 FPS 槍戰遊戲，也能依靠 XS 很大的聲場來鎖定敵人的位置。但很不巧，我家裡離大馬路比較近，玩戰地風雲的時候，有時候會有點搞不太清楚，現在到底是敵人開着機可車殺過來，還是只是路邊的沙子車路過而已。玩 FPS 射擊遊戲，周遭環境有點吵的話，反而使用封閉式還是会好一點。像我就是使用 Sony 的 X-M3 開啟降噪，避免環境音的干擾。
沒辦法，這畢竟是開放式耳機的特性，這問題即使 ROG Kitalra 來也一樣。那說到 Kitalra 跟 XS 最大的差異就是 Kitalra 有着額外的麥克風，收音方面不用操心，但收音品質就別強求了，真的要好還是得上獨立的動圈麥克風。至於做工跟舒適度嗎？ Kitalra 確實比 Edition XS 好太多了，用精品形容也不為過。Kitalra 的頭梁調整空間，個人認為跟 XS 差不多，但夾力比 XS 還要再輕一點。所以相同的力道下 ，Kitalra 其實可以伸展的比較開來。頭梁最外層是金屬材質，不過真的有調節功能的部分則是皮革。相比 Edition XS 會更加的耐用，不太會遇到脫皮的問題。耳罩部分更是相當的柔軟舒適，是我目前戴過最舒服的耳機。貼着皮膚的那一側也是跟 Edition XS 一樣使用布面材質，但能更為柔軟舒適，整體舒適度 Kitalra 比 XS 來得更好。至於最具部分 ，XS 的低音確實不像一些耳機一樣澎湃有力，下潛的不夠深，但可以使用 iFi 的加強低音功能做一點彌補。開了之後低音表現相當的足夠，甚至我覺得可以再少那麼一點點就能打中我的好球帶。另外，如果各位喜歡看 Vlog，我會說 XS 甚至是一個完美的選擇，借着超高的解析能力跟音場 ，XS 可以完整的把影片當下發生任何事件，不管多麼細微，都可以透過聲音呈現給我們。這邊也比較一下 Edition XS 跟其他開放式耳機聽感上的差異，給大家做參考，方便各位選擇。另外了解到森海塞爾最近在特價，相信蠻多人對他們家的 HD660S2 感興趣。我也特別到耳機店試聽，看看它跟 Edition XS 差在哪邊。那開始前先聲明一下，我自己算踏入 Hi-Fi 圈沒有多久，評論不到位的地方，還請各位大佬多多包涵。先從 Edition XS 開始，低音部分 XS 確實比我之前用過的 XM3 還要少，但比 HE400i 還要多一點。它的優勢在於中高音跟音場，以前聽音樂給我的感覺聲音是擠在一起的，細節不太多。現在聽 XS 甚至能感覺到鋼琴按下的微小力道導致的聲音差別，超級厲害。森海塞爾 HD660S2 部分，低音的話給的相當的足夠，相比 XS 整體偏糊一點點，解析度沒有這麼的高，但絕對稱不上差。大概在 400i 跟 XS 之間，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，算是屬於 HD660S2 獨有的聽感。再來是 ROG Kitalra， 身為 Hi-Fi 面的遠房兄弟，聲音跟 XS 相比只有一點點的差異，風格可以說是相當的類似，但 Kitalra 的解析能力跟細節表現上，明顯比 Edition XS 好上那麼一點。可能是 ROG 為了電競的需求所做的特別調音。至於 HE400i， 在聽過 XS 之後，我認為 HE400i 的低音相比起來又更少了，解析力與音場各方面都輸，加上它目前停產，雖然有些店面還有少量庫存，但購買上各位可以直接跳過這一支，只上 Edition XS。接下來就來談談我這次的音訊系統。線材部分，相信眼尖的各位一定有發現，我沒有使用原廠線，同時我也不建議大家使用。Edition XS 這次給的線材品質確實不太好，使用上會有高音刺耳的問題，大幅影響耳機的音質表現。能這麼確定，是因為我使用手邊的兩條 4.4 平衡線，或是改用 6.35 的骨合杜勞轉接頭進行測試，耳機聲音表現都相當正常，並且稍微提高了耳機的音質解析能力。對音質有些微追求的人，我推薦可以在蝦皮買一條1000元上下的耳機升級線，但要注意，不是每條耳機升級線都支援 Hi-Fi Man， 購買時要先跟店家確認一下。那線材接頭選擇上，有 XLR、6.35、4.4、3.5可以做選擇，不同接頭在每台 DAC 一體機都有不同的聽感。選擇哪種接頭，建議到實體店面試聽，依照個人喜好做選擇。至於 DAC 跟耳廓，我是從之前的拓品 D10S 搭配 L30，升級到現在的 Landec B2 跟 Landcan， 最後搭配 J9 送的黑金石電材來隔絕桌面的些微震動，避免影響音質。我想很多人看到這邊肯定會有一個疑問，
預算沒有這麼多的情況下，該怎麼升級才比較好？我推薦可以依照耳機型號來做選擇。如果是購買高阻抗耳機，可以優先提升 DAC 跟一體機，讓耳機獲得足夠的推力。市面上討論度比較高的拓品 DX52，或者是 HiFiMan 自家的 EF400 都是不錯的選擇。入門有 iFi 的 Len AirDeck 這種不到3000的選擇。那如果是低阻抗的耳機就比較不受限了，看是要升級線材還是 DAC 一體機，都可以依照自己的預算喜好來做搭配。重點就是一定要到實體店面做試聽，自己選的線材或者 DAC 合不合自己的口味，這才是最重要的。介紹到這邊，如果各位有追求音質，我真的蠻推薦可以入手 Edition XS 試試看。那這也不是業配啦，只是我個人比較注重 CP 值，也不是說這次測的 ROG Kitalra 或其他開放式耳機不好，只是就價格而言 ，Edition XS 跟這次其他耳機之間的價差，已經足夠讓一個新手小白有一個基本但卻完整的桌面音訊系統。想想看，5000塊買耳機，1000塊買升級線，3000買 DAC， 最後再買個1000元內的麥克風，像是雷蛇的魔音海妖，雖然不是動圈麥，但絕對比 Kitalra 收音還要好，這才是我要的高 CP 值搭配。而這一整套操作下來，甚至花不到1萬塊，跟這次測試的 ROG 或森海塞爾耳機差不多價，甚至比現在的32GB 記憶體還要便宜。未來不管是聽音樂、打電動，甚至追劇，都能享受到這次升級所帶來的好處，還是挺划算的。最後呢，我也是稍微分享一下我現在的聲音系統配置跟使用環境。主力就是 Edition XS， 不管是音樂、追劇還是玩開放世界或一些3A 大作，我都會使用它。而旁邊就是 Sony 的 XM3， 隨時待命，玩 FPS 遊戲就換它上場。玩累了就帶上 Edition XS， 躺在椅子上休息一下，減輕耳機的重量。另外，最後提醒一下 ，HiFi 入門耳機就是多聽多試，並考量預算再進行購買，自己喜歡才是最重要的。那如果有任何的問題，也歡迎在底下留言，我都會一一解答。我是教徒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